澳大利亚死不悔改，中国反制说到就到。澳洲葡萄清关遭延迟，中企陆续从澳洲撤资。众所周知，如今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国家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红利。但是有一些国家却是吃着中国的饭，砸着中国的碗。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一方面紧随美国围堵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试图从中国获得经济合作利益。对此，我国驻澳公使明确表示，中国不是奶牛，不会任由他人又想挤奶又想宰割，所以中国的反制说来就来了。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澳大利亚鲜食葡萄种植者和行业高管对媒体表示，他们出口中国的新鲜葡萄在港口清关时遭到了长时间的延迟，大约有400至500个装有澳洲葡萄的货柜需要多花5到10天的时间才能清关完毕。同时，澳大利亚鲜食葡萄协会 CEO 杰夫·斯科特还对媒体表示，目前由于这些葡萄都得到了较好的冷藏，所以暂时还没有出现腐烂的情况。但是如果他们尝试将这些葡萄转移到另一个港口清关和避免延迟，澳大利亚农户将要承担这一部分成本。另外，斯科特还指出，除了澳大利亚的葡萄清关遭到延迟之外，其他国家的商品却没有遇到这一问题。很显然，这是澳大利亚为自己愚蠢行为付出的代价，因为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曾撕毁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而维多利亚州正是澳大利亚葡萄的主要产地，占全澳总产量的70%。所以这次澳葡萄清关遭延迟肯定不是巧合，这也许意味着继葡萄酒痛失中国市场之后，澳大利亚的葡萄可能也会被中国市场抛弃。而对澳大利亚而言，坏消息可并不只有这一个。在撕毁协议之后，澳媒就报道了该国对华出口的甘草也出现了问题。在28家澳洲甘草加工企业的对华出口许可证中，仅只有3家许可证有效期到2023年12月，其余25家许可证均已失效，并且还未得到中国的续期批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剩下的3家许可证也失效了，那么澳大利亚将彻底失去中国8亿的甘草市场。还有更让澳大利亚叫苦的是，在当地时间的4月22号，我国一家大型矿业公司宣布终止对澳洲一处金矿的收购交易，同时还有另外一家中企也宣布终止与澳洲公司的金矿交易合作。很显然，这是由于近期澳大利亚对华采取的不友好措施，才导致中国企业丧失了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信心，从而撤资取消合作。最后我们想说，对于澳大利亚的反制，我国肯定会继续下去，因为已经看清了这些人的反华嘴脸，不让其感受到痛，他们是不会彻底悔悟，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也只能说是澳大利亚自作自受。中国在展览会上究竟展示了一款什么样的新作品，却引起了观察家的注意？为何说可能会进入合成引火力联？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最近，伊拉克国际防务展览会在巴格达举行。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知名的防务展览，但却仍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国家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关注。近年来，中东局势复杂，从武装组织到也门内战，中东各国对于军队的建设丝毫不敢放松，都在利用其强大的资本积极采购各类武器，反坦克导弹也是一项重要的武备。虽然武装分子缺乏坦克，但他们大量的皮卡车和自爆卡车非常令人头疼。而反坦克导弹是对付此类目标的好选择。展览会上，中国军备开发商保利防务公司的一款新作品引起了观察家的注意。要说中国缺乏反坦克导弹的技术，恐怕谁也不会相信。但新武器的外形轮廓还是会令外界猜测它与俄制武器的关系。有观察家表示，其实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出口的反坦克导弹数量庞大，但主要依靠的是低廉的价格，其绝对性能在面对如今的美俄主力产品时早已显得落后。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缺钱且急用的客户会选择中国的红箭73和红箭8系列导弹，而稳步建设军队的国家会更偏向于选择俄制短号或者美制陶制导弹。
在这次展览中，来自中国的保利公司展示了 GAM 系列的2种反坦克导弹。较轻的 GAM-10X 为一种肩射式导弹，目标是与北方工业的红箭12竞争，并被定位为美国雷神公司的 FGM-148标枪的竞争对手。红箭12虽然也是展览的常客，但似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军队已经装备了此款导弹，所以保利公司的产品依旧存在机会。另一种型号是重型的 AGM-102， 它安装在折叠式三脚架上。根据开发人员的说法 ，AGM-102 是激光制导的中程反坦克导弹，口径为152毫米，长度为1200毫米，能够覆盖长达4公里的距离。采用串联装药的破甲战斗部，根据一些消息来源，破甲厚度是1000毫米。其竞争对手是北方工业的红箭11，但如果从参数上来看，我们注意到短号导弹的射程为5.5公里，装甲穿透力也更强，为1300毫米。中国陆军目前装备的红箭8体积过大，采取柜子射击，目标明显，不利于战场隐蔽。现在敌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都使用先进的瞄具，会在导弹开火后迅速搜索到发射源并进行反击。如果该导弹进入中国军队，可能会装备合成引火力连反坦克导弹排。目前，中国轻型合成引火力连下属4个排：大口径机枪排、98式火箭筒排、82迫击炮排、HG8反坦克导弹排，每个排4个班。以前中国军队对于单兵反坦克导弹不算重视，似乎更愿意装备红箭9、红箭10这样车载重型反坦克导弹。但随着中印边境这样的对峙发生，中国的山地部队和轻型部队急需更强的反坦克武器对抗对手的主战坦克和坚固工事。而 GAM-102 是否会装备中国军队，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中国3军3舰入列创造历史，但为何台媒认为今后解放军军舰下饺子会暂缓？台媒说的又是否有道理？要说最近一段时间国内讨论度最高的军事新闻，无疑便是4月23号海军节当天，中国海军3型军舰正式服役，包括055型大型驱逐舰大连舰、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长征18号最新型的战略核潜艇。这也是中国海军首次一天入列3艘主力战舰。3型军舰入列对于中国海军的意义不言而喻。大概7、8年前开始，中国海军军舰数量猛增。那么在此之后，中国还会保持下饺子的势头吗？根据台媒中时新闻网报道称，近年来解放军军舰不时便有下水的消息，这使得解放军下饺子已经让很多人习以为常。不过去年开始，大陆开始放慢新造舰艇的速度，有些人认为是疫情的影响，而日前3舰入列似乎表明疫情影响消除，人们重新谈论起下饺子。台媒认为，解放军放慢造舰的进度，并非完全因为疫情的影响，并且认为在今后中长期的时间里将不会再下饺子。这是为何呢？台媒认为，发展到现在，解放军海军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长期方向还未明确，因此在今后将暂缓下饺子。而台媒也拿出2个依据。其一，解放军海军军舰在当前战略上已经满足，包括近海防卫、南海巡视以及台海区域拒止反介都能得到保障，并且还能组织护航编队从印度洋抵达东非。其二，解放军下一阶段战略以及战舰要求还未明确。以美军为前车之鉴就知道，如果盲目造舰的话，就会发现有大量舰艇不适用而浪费巨量资源。从台媒的表述来看，似乎解放军将在今后有意暂缓造舰速度，但当真如此吗？首先，解放军早就提出了从绿水海军迈向蓝水海军的目标，也就是说，中国海军将来的目标是打造远洋舰队，并非没有明确的目标。而这样考虑的话，我们还需要更多055型驱逐舰这种适合远洋作战的军舰。目前055大区虽然说下水8艘，但数量上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次，我们知道目前解放军造舰的一个方向便是打造航母编队，而根据预测，未来15年内中国可能会打造6支航母编队，这无疑需要大量军舰。虽然说目前中国海军的军舰数量不少，但其中有很多还是老舰或者小吨位军舰，并不适合未来航母编队的需求。因此，对于先进战舰，我们还有需求。另外，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也不同，
美国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滨海战斗舰等方面遇到瓶颈，但中国的055型驱逐舰与075型两栖攻击舰却并没有这样的情况，不然中国也不会一次性造了这么多。由此可见，说解放军在今后要暂缓下饺子的结论并不能站住脚。